我就开始骗，就特别真，而且人家没事闲的，人说你这事儿干嘛呀？我说，那到时候我问问他吧。然后问他的时候，他又说陪朋友他们去看，就是朋友的媳妇儿啊。我当时我就寻思，是不是以前有女朋友、前女友来找你了，你没告诉我，我都没想过会是他的老婆啊。那什么时候知道是他夫人的？是因为就我俩一起去吃饭。正吃饭呢，然后就因为我喜欢坐在窗边嘛，外面就有一个女的就在外面喊他名，哎，怎么还不回家吃饭？在这儿怎么着？这么说，我就看了他一眼，我看了脸就煞白，他就站起来就出去了。他俩在门口呢，我就纠结，我说会不会是当时看演唱会那个女的？说谁呢？正我纠结呢，他就回来了。我就觉得他会跟我解释什么都没有，直接就把我送回去了。就说哎，我公司有点事儿。我说行，你工作忙，等你再跟我解释。从那天开始，直接就消失了，失踪了，人就失踪了。有人说你是不是被骗了这那，我就宁愿相信，我就说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，特别担心。就到那会儿我才知道，我有可能是真的被骗了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公司在哪儿，我不知道他的所有朋友的电话号码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连他我就根本没有办法找他，除了打电话关机就是关机，根本就找不着。我就想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跟你踏实在一起，到最后。你就这么人间蒸发了，我那会儿我也没想过，哎呀，怎么着就全是气，到最后了，就直到他给我打这个电话的时候，我把电话接了，我一看是他，然后就当时说不出来那种心情。过来他又说我想见你，晚上咱见一面吧，直接请了假，我就回到那儿去等他。一开门，他又说他有家，就是老婆家特别有钱，就是这些年来一直他也挺苦的，然后都是靠他老婆来就是帮助他。然后他说：“你现在不都已经得到我了吗？你该得到的都得到了，你可以做我的红颜知己。”别说了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。我清醒了，所有都是骗子。实际上面就等于你想离开他是吗？对，我不愿意看你，我穷了，连老婆你都骗，你好意思吗？你说用着人家钱，人家给你注册着公司，你出来在这外面这么闲聊。你创业其实你前期帮了很多忙是吧？前期的父亲。可能就是说，觉得我能够有能力把这个公司，把他们给做起来，把这块的业务给托付给我。我现在呢，就是说呢，5年多吧，把这个资产呢翻了2番。你快饶了他们吧，到最后把人公司也骗跑了。现在呢，我呢是净身出户。我知道你心里面所想的，我也知道你们心里面。所不知道的。我拦一句啊，就是你的净身出户是主动净身出户还是被动净身出户？主动净身出户，因为毕竟我前妻以及他的父亲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，这一点我不能否认。你前妻的这个家庭对你帮助很大是吧？他们对你有什么帮助？那首先呢，一个人再有才华，他需要发展的平台。我前妻的家族，他们这个平台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发展。那就是你把自己卖了呗？你喜欢你前妻吗？你爱你前妻吗？如果你不爱你娶她，不就把自己卖了吗，兄弟？就好像赵老师，您把您自己卖给了这个舞台一样。我承认我爱这个舞台，我们俩之间是自由结合，我很爱他。他爱不爱我，到哪一天他不再爱我，不再需要我了，我离开他。这舞台也不骗他。对，我是一个我就做我的职业主持人，我没问题。我没有把我的良心、把我的人格卖给他。我只想知道说，你娶你前妻的时候，有多少是因为要那个平台，有多少是因为爱他？基本上都是因为平台的事情。就是你从没爱过他。是。现在呢，我来到这个舞台目的就是说。希望通过大家的了解啊，帮我挽回我喜欢的这个女孩子。在这之前呢，我可能就是说觉得这个世界其实婚姻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凑合。原先呢，我的人生观、我的价值观可能就是这样子。那可是呢，在遇到她之后呢，我觉得，人生原来爱情还是可以有不一样的地方。你今天是想挽留她是吧？对。你想向她表达的是什么？我想表达的，现在他对我的信任感的一个缺失，我想挽回的这一点。那好啊，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他你是一个已婚的男人呢？因为在刚开始大家交往的时候，可能并没有想就是那么快的去进入状况。我对他，我也不能说一开始不是，那不进入状况，你是一个已婚男人，干嘛天天给一个小护士送花送吃的？我不想我在以前的那样的生活。那我先直接问一下吧。在婚姻当中对妻子不忠是对还是错？这个我没办法回答你。但是呢，
我现在的想法，我就觉得离开他，我活得不开心。他有拒绝你的权利吗？我明白，我能够给他幸福，他所需要的是我能给予的。只是呢，就是说现在你能给予他什么呀？好好的爱他，好好的呵护他。不，你怎么好好的爱他呀？给予他很好的生活。你心怎么那么大呀？你这边跟他在那儿吃着饭呢，那边你怎么面对你夫人呢？我特想知道。你怎么做到的？你跟一个女孩去正在吃饭，你的妻子居然叫到门口来了，你就那么坦然的面对你的妻子和那个女孩？很显然，我不善于平衡。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坦诚的态度，现在我摆在这边，其实赵老师你应该感觉到我很坦诚了。我们俩大概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坦诚的态度对这个姑娘，那你就应该非常坦诚的跟这个姑娘说你哪里错了，求得她的原谅，而不是巧舌如簧的去辩解。其实我完全可以不说话，你说好了。那我就跟你说啊。我不听你说，你别说，也别耽误大家时间。他今天来为了。做错什么？我不管伤害到你很多很多。我醒了，我不像以前那样，你说这些话不好使了。以前你就是这么骗，现在还这么骗，有意思吗？是你曾经让我风风光光，在同事面前特别有面子，到最后你想，我当时是风光了，你想过我最后辞掉工作，不能跟同事联系，我回到家我还不能跟父母说。你想过这种感受吗？赵老师啊，如果是你呢，我要说一句，做人真的很难。不是，你就换过来，如果是你呢，我骗你了呢。你现在看出，大家都能看出我多傻了。这么大短短录制时间，大家都不相信你，你说我相信你2年。其实我是有点喜欢男嘉宾的，我有点喜欢他，因为他无耻的很坦白。哎，我不是有讽刺的意思。没事没事。有些人虽然无耻，但他并不坦白。有一句话叫做“脸是高尚者的窗户，但脸也是卑鄙者的道具”。同样那句著名的话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。他们有他们的逻辑。我跟大家说一个故事。哲学史上最有名的半废之讼，废就是消费的废，讼是诉讼的讼。有一个老师教了一个学生，教他法律，他跟他约定好，我先收你一半的学费，然后呢，在你打第1次官司之后，如果你赢了，你要把另外一半的学费给我，如果你输了，那一半学费不用交。结果他这个学生啊，终日无所事事，他不上庭打官司，他也不工作，老师急了，起诉他，说要让他给钱。老师是自信满满，老师说，这场官司我跟你打，如果我赢了，你输了，按照法庭的判决，你要把那一半学费给我。
如果我输了，你赢了，按照你我之间的约定，你也得把钱给我。这个时候学生也非常振奋地说，我也有我的道理呀。如果我打赢了，按照法庭的规定，我不用给你那一半的钱。如果我输了，按照你我之间的约定，我也不用给你钱。到底谁对谁错？其实这不是逻辑的问题。我说了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。这本来就是个伪命题，你跟坏人是没有道理可讲。那个老师错就错在最开始的约定当中，应该说你的第一场诉讼不包括你和我之间的诉讼。但是生活不是这样，生活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得一条两条写得清清楚楚的。生活当中虽然不能保证谁都是君子，但每个人应该保持一个做人的最低的底线，才能够在一起生活的。否则的话，你与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不是处处陷阱吗？我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春风得意时的浪子回头最珍贵，穷途末路时的暂时投靠最虚伪。今天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姑娘，今天没什么好讲的，根本没必要在这浪费时间。坦率的来说，某一些人根本不配于登上我们的舞台来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当然，这只有唯一的一种作用，让我们见证丑恶，远离犯罪。走吧。我也跟女孩说几句。其实你这个故事呢，非常能够警醒我们现在所有的那些情窦未开，而且还喜欢大叔的这种少女。这是一个典型的教科书，凶残的大灰狼。教大家一招怎么发现已婚男。像这样的已婚男，他有几个特点。第一个就跟你刚才说的，不会介绍朋友给你认识，也不会让你知道他家住哪儿。第二个，除了手机电话之外，你要问座机电话，明白吗？朋友是一定要见的，然后要看节假日的时候，比如说情人节呀、过年啊、元宵啊等等等等这些节日，它是不是消失了？如果消失，都是有问题的。今天我们所有人，包括你，应该感谢男嘉宾2件事儿。第一件事儿，坦白。人是要坦白的啊，这是他的优点。第二点，他刚才说了一个平衡，人生是一个平衡之术，但他用错了地方，他用去平衡罪恶了。你应该用来平衡幸福，就是当自己被伤得很深的时候，考虑一下有没有多关注自己的父母。人生是平衡之术啊。其实，我开始还是对这位先生有点抱同情态度的。我觉得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。但是你有一点，我觉得你一定要认识这个问题，一定是错了。如果你今天没有认识错了的话，那么你将来不会幸福，因为你说你像一个贼一样，你总是东躲西躲，东藏西藏，你欺骗这个，隐瞒那个，你觉得我从中得到了很多乐趣，我在人前很风光，我带着这个可以出来，那个人可以这样。其实你总会有一个最难过、最过不去的时候，那时候你想想，我能依赖谁？如果你永远只是想着你自己，找几个红颜知己，这日子能过得长久吗？等你老了，你有多少个红颜知己？多少人在后面恨你？我还有一段话同样送给你。你想，一个人如果生命里只有利益，活得会多么的辛苦，多么的累。就像李明老师刚才说那段话一样，我再把它递补进去。当你深夜一个人坐的时候，你希望有人跟你说知心话的时候，你发现没有一个人。当你心里难过的时候，碰到问题，你想找一个朋友来倾诉的时候，所有朋友都说这个家伙我们要远离。当你财富积累到很多的时候，你发现居然没有一个女人是在心灵上打动你的心，你不觉得这人活得很可悲了吗？所以其实就是一点，每个人看到的帮助点可能不一样。你希望我们是让这个姑娘回来，我们的希望是说，你真的通过大家说的这些，可能你有一个意识，有一些路走不通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去变通，应该怎么去改变。就像涂老师说的，他是坦诚的，他明白了，他走了，你的生活还得继续，他的生活也要继续。如果这次你还没有意识到的话，我想不是他恨你的问题了，而是你要恨他，你要恨你的前妻，你要恨所有让你失去现在财产的所有人，而不会恨你自己。对于我来说，我个人原先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
我希望我自己活得很好，我希望自己能够给我的身边的人带来一个很好的生活。可是当我做到了这一切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自己很孤单，我自己生活得很不快乐。我知道我是一个坏人，可是我对你来说，最起码不是那么坏吧？男嘉宾，刚才你承认你是个坏人，你是坏人的最后一点良心发现，甚至你说我对任何人都坏，但我对于你好。其实我现在不关注这个，我相信你内心可能确实对他有感情。我想对你的所谓的工作态度和你刚才所说的到那种现象，我想送你一句话：风光的背后，不是沧桑就是肮脏。沧桑可以获得风光，肮脏也可以获得风光，但是肮脏是见不得光的，沧桑才是一笔真正的财富。你是选择沧桑还是选择肮脏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我觉得过去那些旧账可以打一个点，从今天开始自己去做选择，选择做一个正直的善良的人，你快乐的人，我觉得就好幸福，真的好幸福。我们可能都会去检讨一些问题，不是每一个女孩都会中这种圈套的，为什么你中了？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面向未来的生活。今天呢，在这个舞台呢，经过了我也知道，我希望如果说呢，你真的心里面还有我慢慢用我的行动来换回你的信任。如果你心里面真的没有我，那我也希望你一路走好。毕竟，这个让姑娘自己去做选择，记住她的话就好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请回吧，谢谢啊。在这之前呢，真的是做得很错。对我来说的话，或者对他来说，都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伤害。可能这个伤害在之前一开始就注定了，因为是我犯了这样一个错误。我想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，应该不会再有这样的错误再发生了。从我知道他就是已经结婚了那天开始，我就是想跟他分开，不可能说是跟一个已婚的人就这样纠缠。所以说我的想法就是不可能再在一起了。我也清醒了，我也不像以前那样了，就是在一起就是个错误。所以说趁早离开是对的。